战争有它自己的动力，有时候战争一启动，就不是你当事人那么轻松可以做决定的，因为它是一种战略博弈，双方面你出招我出招，然后你出招未必我预料到，我出招也未必你预料得到。所以在这种战略博弈里面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是你 AI 撒谎讲什么，你 BI 撒谎讲什么，最后都是一粒的 BI 啦。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你现在美国想撤，你怎么撤？简单讲，你现在撤就是等于把荷姆斯海峡交给他，伊朗去控制嘛。所以你美国整个战略几十年来的战略全部崩盘嘛。这一场战事现在在白宫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尤其我们先来看到副总统范斯被曝他是不愿意卷入这一场长期的战争当中的，所以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跟川普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此刻呢有一个人认为说美国你应该要赶快宣布胜利，在这个时候找个借口赶快下车吧。他主张的就是要降低冲突的高官，就是美国的 AI 沙皇萨克斯了。好，除了萨克斯这一次公开来成为这个美国内部高层高官第一个出来呼吁赶快结束战争的之外，我们要来看到 CNN 也说了，他们认为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川普是很难宣告胜利的，原因有非常多。我们先来看到其中几个。他说，荷姆兹海峡的危机一直在发酵，你美军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而且你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伊朗的政权也没有崩溃啊，而且核问题到现在还是持续的，伊朗国内也没有掀起所谓的革命或者是内乱，国民的民族意识反而变得更团结。再来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了，现在明显的两个人的战略目标已经不一样了。美国再来就是国内的政治压力不断的升高，尤其美国民众现在也都是反战的，因为他们认为通膨跟伤亡对美国非常的不利。赶快来看到英国智库怎么说。他说，美国目前的战略正在重蹈覆辙当年1990到1991年第一次波湾战争之后的伊拉克路线，即使在军事上面是落败的，经济也受挫，但是原本的政权到现在经过重组，仍然他们是可以继续稳坐统治地位的，并不会受到影响。金融时报是这样说的：美军在伊朗的冲突当中，短短时间内消耗掉了数年份的关键军事库存，美国的海军未来几年都会感受到这一次消耗带来的后遗症，尤其是战斧巡弋飞弹是目前为止消耗最严重的一款武器。以色列的方面也亮起了红灯，拦截飞弹库存已经降到了极低的水准，美国跟以色列都可能面临的是弹药的压力。来自于前 CIA 资深分析师，他就做了一个很严重的示警，他说如果战争再持续，对以色列不利，以色列可能会动用它的核武器。等一下，我们也要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关注以色列会不会最终真的动了核武器。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这个美国的 AI 白宫沙皇，他提出来对于川普的这个退场机制，川普现在目前的胜算是不是一直在降低当中？杨老师怎么看？你知道，从战争到现在媒体的报道在白宫里面有3股力量。一个就是这个 AI 沙皇萨克斯甚至他的白宫幕僚长以及副总统范斯，其实是反对这场战争继续再打下去。另外一个呢是几个参议员，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播客其实是强力支持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还有一个就是 MAGA 的这个代表，那比较模糊。这里显现什么？川普自己犹豫不决。他其实让这些人不断的在对外的讲话。这个白宫沙皇萨克斯，他是在一个这个 podcast 里面谈到的。后来财新杂志 Fortune 把它给登出来。他觉得现在这个战争这个关键点，因为已经开始在派海军陆战队，会不会接下来会战争扩大变地面战争，或者是继续的轰炸？那他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有3个发展第一个是双方可能都会相互的攻击石油设施。这个时候，荷姆兹海峡已经不重要了。第二个是整个波斯湾地区的海水淡化设备可能会被攻击，这个会造成波斯湾海湾国家大概大多数国家5成到7成，它的饮用水都是海水淡化设施。第3个呢，他就担心刚刚提到的以色列可能最后会使用核武，所以他就希望赶快趁好就收。这个时候你就宣布胜利，你就停止攻击，然后呢，伊朗他可能会再表态一下，进入到一个冷和的状态。
这个是我觉得代表萨克斯、万斯他们现在所希望能够这样子的一个走向。看起来，伊朗也就是说，川普还没有决定，因为他会让这些言论不断的在外面去在谈，而且媒体会在报道。否则的话，川普应该自己很清楚他自己的方向的。然后呢，他也没有去制止这些言论的这种竞争、相互的这个表态。所以显现出这个战争其实一直还是不断的在随着一些因素在变化。那我是觉得也的的确确，它这些变化可能自己本身要了解到，它的变化不是你自己掌控，因为可能伊朗也会反应，伊朗也会回击，或者一些特殊的事件，一个飞弹万一这个掉落的打得不准，打到了和这个比如说能源设施巴林的，那这个就相互还击，这个事情就开始变得比较就是难以预测。所以这个战争现在的发展，你看到从战场上到白宫都是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这种竞合的主张。好，那如果我们以纯是军事武器来做评估，吕舰长又怎么看？现在美以的弹药库越来越紧张，似乎是告急了。那也是为什么川普施压，希望更多国家加入嘛？韩国总统李在明已经说了，他无能为力。什么无能为力？也就是他境内的萨德跟爱国者已经部分的被拉到那个中东战场去了。那到底有这么需要这些装备呢？那因为我们现在都很难找到这一个有关于特拉维夫啊、耶路撒冷啊或者海法的这一些照片，但是想尽办法还是要找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特拉维夫的照片啊，整个街景其实是非常残破的那而且呢，处处失火。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办公大楼因为这一些无人机或者是弹道飞弹打的一个洞一个洞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呢？因为就是刚刚有明老师特别提到的有关于叙事的部分。那这一个以色列要尽可能压迫，他们怎么压迫？他就是把路口监视器都拆了，然后他还把家户前面的防盗的这一些监视器，他也全部拆掉。那也就是因为他担心，因为现在这一些都是直接可以透过网络就可以看到内容的，所以大家都为了这样以色列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不断的让大家知道说以色列现在的状况。但是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国内的冲突的话，以色列现在各大城市都有抗议那而且以色列的无论是他的警察或者他的政报部队，都向这些人民投掷这种闪光弹那到底这些弹药缺到什么地步？我们看另外一种做法，也就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它对于石油的部分，它出不了这一个霍姆兹海峡，可是它其实有东西油管，它可以从红海这边出来。那它可以从红海出来，当然阿联酋也是如此。那现在这也就是红海变成重中之重了。如何证明？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一个密商科技，也就是中国大陆因为这一场战争现在越来越红的这一个商用卫星，我们就看到，其实为什么我们那个福特号它一直都在红海的北端，因为它就是在护航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个北方的出口的这个港口。那另外呢，我们就看到说有关于这一个他们派了迪利波里号去，迪利波里号呢要去还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从现在最新的位置来看，它还在南海从南海它跨过马六甲，它到印度洋。最少还有1个礼拜以上的时间。那所以这个是川普他其实这也是一种威慑，也就是我准备动用地面部队，可是未必真的会动用地面部队。但是我们从这种种的来看的话，其实美国的战局远远他打的这个恶劣的程度，远远超过当初川普的想象。那美国呢？美国会继续重蹈当初的波湾或伊拉克战争吗？委员又怎么看？或另外就是以色列会不会用核弹？战争有它自己的动力，有时候战争一启动，就不是你当事人那么轻松可以做决定了，因为它是一种战略博弈。
双方你出招我出招，然后你出招未必我预料到，我出招也未必你预料得到。所以在这种战略博弈里面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是你 AI 撒谎讲什么，你 BI 撒谎讲什么，最后都是一粒的 BI 啦。好，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就你现在美国想撤，你怎么撤？简单讲，你现在撤就是等于把荷姆斯海峡交给他伊朗去控制嘛。好，所以你美国整个战略，整个几十年来的战略全部崩盘嘛。那跟伊拉克跟波斯湾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场战争。我不晓得这个英国智库怎么会把它混在一起啊？波斯湾战争是1990年产生的，什么意思？它是因为伊拉克侵略了科威特，所以美国去保卫科威特，那是有高度的正当性，而且整个战略规划了半年，规划半年的时候，战事非常的顺利，好，所以1年多就结束了。第二个，这个伊拉克战争是在2003年。几乎打了8年，为什么？他推翻海珊，问题是海珊推翻了以后，各种奇奇怪怪武力全跑出来了，包括伊斯兰国都跑出来了。是，所以这一场战争对美国来讲伤很大，而且他最早的是拿个洗衣粉，整天被嘲笑啊。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没赢，至少那个战略目标推翻海珊，至少他这个可以交代了。但这一场啊，美国打伊朗。我就讲过，一开始要推翻伊朗的神权政治，然后希望国防军可以来政变，那国防军不敢政变，或者你们联络国防军失败，啊，就跟那个普丁一开始攻打基辅一样的情形，但普丁能够赶快做战略转移，那结果川普没有战略转移的方案，因为他这个战略水平啊，美国的战略水平啊。白宫远输给克里姆林宫，从这边可以看出来了哈。现场又如何看这一次这个伊朗它的攻势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它打到美军基地，打到了驻外使馆，打到了以色列各个城市等等。如果我们来看纳坦雅胡的在咖啡厅的那张照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也就是它是后面有一个看板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因为我们大家对于希伯来文都不太了解，可是就有网友把所有希伯来文的字母排在旁边，发现那些字不是希伯来文。那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介质有位置有问题之外，那另外一个也就是希伯来文的部分了。那另外我们讲到说，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不断外溢啊。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其实是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那被无人机攻击的照片啊。那但是我们赫然发现啊。原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的顶楼上面是有雷达的，这个是 Saab 公司的 Giraffe X1 的这个雷达，也就是这种小型的雷达，它150公斤，那它在4公里之内的所有的小型目标，它都可以侦测到。所以美国早就已经预警说，未来在中东它要遇到的问题未必只是弹道飞弹而已。可能他要遇到的是更多的这个无人机，那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不对称的战争呢？是啊，为什么我们这么说？我们看到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它不断的公布，例如说像这一种可以发射鱼雷或者是飞弹的小艇，还有水雷的这种小艇，那它都使用各种的飞弹进行攻击。可是你觉得它的价格是对称的吗？是不对称的。那也就是如此，然后而且呢，它这一种小艇到底有多少艘呢？那当然了，我们来看，如果在战前的话，那其实这个也就是一眼看不完啦。那一眼看不完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最近跟着伊朗的视角来看的话，它其实这同样的这种小艇，它也已经有一部分放在它的一个地下掩体里面。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圆圆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水雷啊。那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之前讲到那种 AI 的电动水雷啊。那个我们接下来讲说啊，为什么这一场战争其实也等于就是俄乌战争的一个遗绪，也就是当时不注重俄乌战争战场的一个形态的改变的国家，现在就在吃大亏，那个就是美国。他一直认为这种精准武器很好用，但是精准武器实际上来讲非常昂贵。那现在为什么他在中东打得那么准？是因为他也没办法反击。我们看一下啊，有关于这一个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对于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是什么？
是美国把所有的飞弹通通集中在以色列。为什么集中在以色列？其实真正的问题就在于飞弹是有限的。那可是对于这一种无人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见证者136，或者是刚刚的那种布雷的，或者是我那种布雷的小艇，它也可以变成一种无人的水面艇，然后直接去撞击，其实那个造成的破坏更大。所以我们讲说，现在的战争如果用以前的装备的话，其实可能就要吃大亏了。好，中东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厚。今天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伊朗它的700枚的飞弹、3600架的无人机狂轰哦。那么美军的战损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会帮观众朋友一起做整理，包括了7架的加油机受损之外，战损现在真的是狂飙。纳坦雅胡的部分，今天也会来关心是不是遭到斩首了呢？因为人消失了好一阵子了，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了嘛，这个伊朗它出了一个最新的攻势，也就是针对以色列又狂轰了700枚的飞弹、3600架无人机哦，朝着以色列发动。那么我们来看到目前呢，美军在中东多个军事基地，还有它的资产跟以色列内部的战略设施都是受损的，这个是在它的伊朗的打击范围内。赶快来看到目前的最新数字损伤，来自于伊朗的说法，美国跟以色列部队的死伤人数已经达到了伊朗估计5000人这么高。但是我们来看到美国国防部最新给的数字是13名的美军士兵阵亡，140名的士兵受伤，当中8个人是伤势最为严重的，这个是在这个军人的损伤。那么我们来看到军事武器上面也有哪些的损伤呢？主要的都是这些美军的核心的战略装备，现在开始出现了重大的损失。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一架的 KC-135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的西部坠毁，机上6人全部丧生。另外一个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的空军基地了，5架的美军空中加油机一样是遭到攻击之后受损。以色列呢？以色列方面也撑不住了，原因就是因为真主党对以色列狂轰，总共是200枚的火箭、20架的无人机。那么伊朗革命卫队甚至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还活着，维持继续追捕，并且会杀死他。但是现在有关于纳坦雅胡到底人是否已经遭到斩首的说法不一，因为有各种很奇怪的影片。首先是纳坦雅胡最近公布了一个影片，是说他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出现了6只手指头，所以大家就在看说这个影片是造假的吧？是否是 AI 做成的？再来，今天又有一个最新的影片，是纳坦雅胡他人在一间咖啡厅前面手握着一个咖啡杯，但是呢，他的这个指头上面第4根手指头还有一个戒指，但是在这个画面上拍摄的时候，这个戒指的高度一直不断的移动，所以呢，网友就说这个也是 AI 所制作成的影片吧？还有咖啡厅的时间。现在看起来也都跟不上，对不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教委员有关于死伤的。伊朗说美军死伤5000人，美方只承认13死140伤，数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再来就是美军的空军的加油机近期频频的受挫，代表伊朗找出美军的最弱点了吗？委员怎么看？从俄乌战争，我们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哈，敌对双方一定会夸大对方的损失，然后这个隐藏自己的损失，这很正常的哈。那伊朗革命卫队说，美国、以色列的部队死伤人数有5000人，如果包括以色列部队，不晓得，因为以色列也没有提到他哪些部队被攻击到，因为他并没有这个真正的部队进入伊朗。那有损伤应该是在黎巴嫩的这些地面跟部队吧。那美国呢？美国的死伤人数应该不会太多，原因是什么？他找到空城计，大概测的差不多了。只有那2个几个6、7个在伊拉克的傻蛋，听到说，哎呀，无人机来了，嗡嗡嗡那么大响，他还觉得没什么、啊，就被炸了。所以比较特殊的案例哈。那美国有没有死亡那么少？可能也不会那么少哦。但是你现在根本无法去查证。但是这个不影响双方面的战力，这一点不影响，完全不影响哈。那你说美国的中东的军事基地，这个被炸，那个被炸，好像军事资产赔很多，这一点钱对美国还 OK 啦。但是以色列的战略的设施到底损失多少？
并没有可验证的资料哈，所以我们可能再看一下。那美军有所谓的6架受损，1架受损，对美国是没有影响。大家可能不晓得，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有多少？560架，所以这一点对美国还不构成为难，因为全世界这个空中加油机现在看起来，美国有560架，中国有30架，俄罗斯20架，日本10架，大概是这样的比例，所以7架还好，就是那其他的所谓的真主党啦，等等啦，这个，这纳坦雅胡有没有活着或有没有死，我不太确定。不过纳坦雅胡也应该准备去当无缝啊，比较实际啊。我这样讲川普、纳坦雅胡跟那个伊朗的领导人，不管哪一个，都是疯子，都是疯子。那既然疯子跟疯子打架，我们就看热闹就好了。好，这是有关于纳坦雅胡至今到底他的生死，杨老师又如何看？那另外就是川普也放话，他说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可能已经死了。现在看起来好像双方已经进入到心理战了吗？杨老师怎么看？为了战争的时候，这种心理战或者是宣传战，也是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嘛，影响士气啊，影响国际上的支持啊、判断啊，最重要，它也影响股市跟投资嘛。因为这个战争它又牵扯到的是石油跟经济。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在西方社会美国大概在这种宣传跟我们讲 propaganda 或者是 narrative 一个是比较听起来负面一点，另外一个是一种论述的建构。美国似乎已经不是完全主导了，也就是说，他自己对于战争的这种叙事大概他的盟邦国家已经不太买单了。他自己内部其实也是分裂的，不太买川普的这个说法。因此，就有《纽约时报》这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叫“这个战争是一个人的战争，不是川普的战争，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战争”。内塔尼亚胡10月7号要进行选举，在战争发生之前2月份的时候，连续的民调其实对他的这个政党维持的就是多数并不利。那因此你就看到2024年的时候，连续2次他想要引拜登政府进来帮以色列去打伊朗，他没有成功。那个一次是在叙利亚打伊朗大使馆，另外一次是在德黑兰暗杀哈马斯的领袖。可是你看去年到现在，他2次成功的引导川普介入跟伊朗的战争，而且等于是直接攻打。去年还好，只是打所谓的核子武器，打完这就停下来，好像还言之有物。那但是呢，今年其实这种斩首到现在，他已经不知道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对这个领袖在做一种所谓生死的这种猜测。这也可能在战争当中的的确确是有受伤。那个影片呢，我也看了一些报道，的的确确有一些很应该被质疑的真的是前后不太符合。而且影片他那个6根手指头很明显，所以他后来在数手指头是告诉你，我手指头很清楚啊，可是呢，他那个戒指又不断的变动。不过那个可能是拍摄角度有各种的说法，所以你就看现在已经变成宣传战、心理战了。变成就是在主导这个至少社群网站上面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可是它会不会影响到真正地面跟这个空中的轰炸呢？那我觉得其实它的影响是有限。最后还是会回到这个战争要怎么去进行。这个是川普他最新又在对外喊话说美国赢了，但是呢，我们来看到数字并不是这样说话的。我们来看到这是来自于这个伊拉克的武装团体伊斯兰抵抗组织特别公布了美军的最新伤亡数字。他说对美军基地进行了31次的袭击，最新数字再添13名美军阵亡，数十人受伤。除了这个消息之外，我们还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是在伊朗1日的时候清晨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动了这一场无人机袭击，伤亡程度远超过先前公布的资讯。除了造成6名美军的殉职之外，还有数十人也遭到了重挫，伤势非常的严重，包括了脑部的创伤、灼伤，还有炮弹炸开瞬间造成的
破片伤，至少1名士兵可能面临截肢，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伊朗持续的展开行动，真实承诺4已经好几回合了，数十回合。现在最新的一次是在1日这一天，飞弹跟无人机持续的锁定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使用的是4款他们的飞弹，全部一起出马了。这当中包括了霍拉姆沙赫尔、加德尔系列、埃马德中程跟海巴尔高超音速导弹等等。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说，这一次的攻击从卫星图像来看，至少造成了17处美军的设施都遭到破坏，当中知名的包括卡达、乌代德空军基地、科威特萨利姆空军基地等等。伊朗现在甚至改变战术了，他们避开了美军最强防御区域，开始改攻的是他们的后勤设施、雷达跟补给节点，用不对称战术，逐渐要来慢慢的削弱美军的军力。川普这时候喊说赢了，伤亡数字却不断的暴增，川普还说胜利了，那胜利的点在哪里？将军怎么看？第一个军事作战，如果要说赢的话，最起码要有2个目标啊。第一个，按照西方兵圣克劳塞维兹所讲的，要屈服敌人的战斗意志。我们看第2次世界大战，包括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还有德国的战败投降哈，都是接受同盟国的条约，屈服他们的战斗意志。第二个，你要达到你的战略目标啊，才能够说是你赢了。那这次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很明显的，我认为它的战略目标哈，第一个就是要推翻伊朗的神权政体，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那第二个来讲，就是要伊朗去除它的这种长程的战略导弹哈，或者是它的这个核武设施哈。但是我们看到啊，这2个战略目标啊，美国到现在虽然说花了很多的武器，可是也没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达到。那为什么川普在礼拜1的时候他就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礼拜2哈，我们看到伊朗加大力度，又再一次的打击。那今天啊，川普又冒出这句话，说我已经打到我该打的目标了哈，我该攻击的都已经攻击，消灭差不多，打了这个5000多个目标。那这场战争大概已经快收尾了。我认为川普会讲出这种话，就会川普的赢学，大概不外几个原因。第一个，他认为自己这个美军的伤亡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美军的伤亡其实对美国来讲会影响到整个这个民心士气哈，甚至于会激发起反战的情绪。我们从越战还有这个阿富汗战争都可以看得到啊，这个毕竟川普是民选的总统，他之后还要面对其中的选举。那如果说是过多的美军伤亡引起美国老百姓的反战的情绪来讲的话，当然不利于他这个其中选举啊，这是他国内的因素。那国外的因素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近期因为荷姆兹海峡被封锁造成全世界的这种这个油价的这种飙涨，还有这个天然气的飙涨那不利于全世界的这种经济，甚至于各国都已经开始要释放出战备储油，不然的话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要以为说美国自己有产油就可以幸免于外这个油价一涨是全世界的，包括美国民众现在已经感受到这个油价的上涨对他们生活造成压力。那当然对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尤其是同盟国家更是如此，尤其是海湾这些国家因为战争的关系，让他们的油没办法卖出去。那对于这些同盟对美国同盟的这些海湾国家，当然经济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在国际上面也有他的压力。第三个，我认为川普来讲在持续战力来讲的话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刚开始他可能设定的是一场速战速决借着武力的恫吓胁迫伊朗能够屈服，但是没想到伊朗虽然说被打得很严重，可是一直坚强抵抗到现在，甚至于到今天为止这伊朗还在做，虽然说反击的力道有减弱，可是在量的方面虽然减弱，可是在质的方面来讲，它并没有降低。所以我认为川普他可能因为自己知道长期下去对他是不利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只能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说我们赢了。我觉得他讲我们赢了，紧接着下来他就想办法要结束这场战争。好，川普想要赶快的结束这一场战争。那同时纽时也特别指出了说，伊朗现在专攻的就是美军的弱点。那美军的弱点跟川普的弱点，赖老师又怎么看？美军的弱点就是美国的武器，它现在缺稀土，所以它的高昂贵的、高精密的
这些武器的制造商，它需要稀土。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伊朗的打法，它首先前一段时间的第一波的打法，它基本上消耗的是它旧的液态燃料的这些导弹，可是它用它便宜的旧的液态燃料的导弹搭配无人机，去消耗你美国的昂贵的防空导弹。所以它在前几波的时候，不管是美国或是以色列，它的昂贵的防空导弹基本上被消耗的情况非常的严重。那美国的昂贵的防空导弹，不管是在乌克兰战争已经被消耗一大部分，在前段时间红海，也就是去年，也门的胡塞组织在红海对于美国、以色列、英国的这些油轮的攻击，其实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到，美国的杜鲁门号的航母，它基本上都已经烧到都黑了，也就是说它的防空导弹打到都已经没办法再打的一个情况。这代表什么？美国的这个防空导弹是它的很大的弱点。那这些昂贵的导弹被消耗很大一部分的时候，都要挖东墙补西墙，要从韩国的这个萨德系统把这个6个导弹车都拉过去，那就是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它这基本上来讲已经这赶不上。就是生产制造赶不上所消耗的能量，这第一个它的弱点就出来了。接着你看到的是，它开始用无人机去要把中东地区的这些已经花了几十年，花了不知道多少个1000亿的钱所打造出来的这种金融中心、交通运输国际枢纽中心，还有就是未来的数位发展中心、AI 中心的这些阿拉伯海湾国家，全部要引入战争。而伊朗吃定的就是这些海湾国家不可能跟伊朗发生交战，因为他们很明显的知道这不是属于他们的战争，而他们如果帮美国或是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来帮以色列打这场跟伊朗的战争，这显得更荒唐、滑稽、可笑。所以他们不可能在被挨打的情形下，他们也反制的跟伊朗变成交战。为什么？迟早美国他撤走了以后，那这个就是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跟9000多万人的战争，他们也不能这样打。这个对于川普来说，这也是他的弱点。为什么？因为中东国家这些富有的国家的经济、财政、金融跟美国的华尔街的经济、财政、金融是交织在一起的。那当中东的国家在这方面受到伤害的时候，对于美国的本土的金融的这些基金，他们也都会受到伤害。这个是金主上的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金主就会影响到川普本身所获得的这个竞选的经费。你想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最后一个就是对美军来讲，它最大的弱点，您刚刚一开始已经有讲了，它最大的弱点就是打瞎你、打聋你，让你看不见、听不到。那这个部分里面，美国的军队因为并不是出动地面部队，所以它的海军、空军都是要有基地作为定点的。那你看，伊朗就专门打你定点，那专门打你定点，那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是不是很其饶的。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伤亡人数会一直不断的增加。我想这个美国的弱点，事实上被伊朗看得很清楚，伊朗就专门打你美国弱点打。好，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面临各方的压力，那川普想要停战，但是呢，以色列现在又最新宣布了，是不是以色列不想停呢？因为他说将投入数百亿美元的预算要来持续打伊朗。那美国现在也有最新的动作，最敏感的时刻，他派出称为叫做末日飞机的16B 空中指挥机前往中东，要维持核指挥的系统。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战争是否走向核危机，那还有这个末日飞机透露了什么讯号？第二件事情，川普会不会自己先撤，丢下以色列？委员怎么看？美国有4架末日飞机啊，2架16B， 另外2架14B。14B 的叫 Night Watch， 我们翻译成夜视。那这个16B 啊，它的名字叫 Mercury， 就水银号。那水银号啊，这个不是前往中东啊，飞行方向好像是中东，没有到中东去哈，因为中东没有任何基地或机场出现它的影子，它只是起飞的时候被拍到。那这一款这个空中的末日飞机啊，是核战用的。可是在美国有一个制度性，就是说只要有这个战斗机啊，超过100架作战，不管在哪个地方，他就会把这个末日飞机拿来演习一下啊，平常训练一下哈。所以这只是一个例行性的演习，并没有表示说美国真的要在中东动用核子武器，没有。因为
正确的说来讲的话，哈，全世界的战略大师只有一个人，叫普丁，其他人都只能够帮他端盘子，提鞋子，而川普可能连提鞋子都不够。你看普丁一开始就怎么做？一开始就说，哦，你敢介入的话，我就动用核子武器。啊，所以他的末日飞机也起飞啊，就演习给你看，核演习给你看啊。北约国家跟美国都吓死了，不敢赌，不敢赌的原因是不敢为乌克兰赌。正确的来讲这样子啊，乌克兰还没有重要到要去赌核子武器的地步。一样道理啊，你这一场中东战争不可能升级到核战嘛。虽然前一段时间哈，这个我跟厉将军有同样忧虑，美国没事干嘛？旁边周边国家全部撤退啊？你到底干嘛啊？他连埃及的都撤，对，连埃及都撤啊！这个显然太不平常了。可是后来我看一看，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部署跟动作啊。那你没有要动用核子武器的话，你就没有谈判的筹码。普丁会不会真的打？没有人知道。他就跟你摆出一个架势，你就不得不就这个事情进入考虑。那美国这个末日飞机没有飞到中东，而且它没有任何这个核弹演习。所以伊朗不必把它列为一种战略选项，说你会用核弹来威胁我，或用核弹来攻击我，因为要用核弹攻击，表示美国要彻底灭亡伊朗，但是不可能。而目前的国际局势，大概他也不会这么做，这个赌太大了，不至于哈。虽然伊朗人很骄傲，可是不要伊朗人被人家灭国过2次，一次被阿拉伯，一次被蒙古啊，这彻底被灭国哈。因为他的地方实在是太特殊了哈，但是你说川普受不了国内压力，会把以色列丢在战场上也不会啦。就是第一个问题说，川普不管什么国内经济压力他如果把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丢给伊朗的话，他共和党别选了。对，因为美国不管民主党、共和党所有的总统共同的政策就是要控制伊朗在中东不可以称霸。那伊朗如果控制了荷姆兹海峡，就会中东称霸啊，这个循环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美国现在最新消息说，他要占领荷姆兹海峡，就跟后原先预判的一样哈。会不会真的占领我不知道啊，但是他也开始有起心动念要占领荷姆兹海峡了哈。那接下来就看本事啊，因为我觉得川普他不是一个战略大师，像普丁这种，我愿意死多少人来达成什么战略目标。他这是一个小生意人。我今天6个人呢，我死了13个人呢，在一场大战里面，这13个人算什么零头啊？你普丁会算这种东西吗？不会的啊！所以这是个小生意人哦。那现在在美国要达成的战略目标，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啊。他只要举个例子。美国当年的他的总统下令轰炸南斯拉夫是炸78天，硬是把南斯拉夫政府炸垮。所以有人讲说一定要派兵，其实不是，那是伊拉克跟那个阿富汗的例子。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更经典，利比亚2011年轰炸几天？220天，硬是把格达费给打垮。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么久这么大量的轰炸，利比亚轰炸次数多少？9700次，动员25000次。那轰炸结果呢？其他的反对势力才敢起来推翻他。那你今天靠伊朗国防军来推翻，你才炸个几天？哎，算了，这种叫小生意人的算盘哦。所以川普根本不是那种美国历史上那种有战略眼光的总统，比普丁差太远了。好，那另外一方面，难道现在是伊朗主要在掌握目前的战场节奏吗？因为最新他也提出了3个停战的条件，是终于提出来了。除了提出3个停战条件之外，他是否在暗中暗示说这背后还有中俄在帮助他呢？因为呢，伊朗总统最新对外宣告说，他有跟俄罗斯，还有另外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通话，那他也提出了3个停战条件，包括第一个要承认伊朗它的合法的权利，第2个美国跟以色列你要支付赔偿金，最后一个是国际社会要提供安全的保障。所以现在目前战场看起来，难道是伊朗在主导吗？这背后伊朗它是否在暗示有中俄的力量在这后面？杨老师怎么看？这个战争，川普当然还是强调是他决定嘛哈。但他决定之前，他可能会跟以色列商量。那然后呢，也大概会跟他的金主，也就是要看那个油价或者是股市的线的变化。然后呢，同时
他当然也要看伊朗这边跟美国的对抗达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你说最后还是谁决定呢？如果真的还是川普决定的话，但是真正影响他的还是伊朗、油价，还有以色列。以色列现在看起来很强硬哦，又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绝对不愿意退让。尤其内塔尼亚胡还跟他的自己本身政权的稳定跟维护有关系。那伊朗现在提出就是佩泽斯基安这总统提出来3个，就简单的说，他就是要你道歉，赔偿，保证。美国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根本不可能会有那种美国跟伊朗在谈判桌面前坐下来的这种机会。那伊朗现在也强调，我就是跟你打这个不对称的消耗战。对。那什么叫不对称？它不只是武器的不对称，它也在地缘跟地理上的不对称。武器指的是它就是透过它的无人机跟弹道飞弹，不只是针对以色列美军基地、海湾各国呢，尤其是在威胁荷姆兹海峡。那地理上呢，就是荷姆兹海峡的这个地缘位置，最短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那另外一边全部都是伊朗，所以呢，昨天有4艘，就是一直到今天为止，有英国、日本、赖比瑞亚等国的这些油人泰国就被炸。对，那泰国的那艘油轮还烧起来，那个照片传遍全球，所以今天你看到油价、股价就开始在波动，所以大概。然后呢 ，IEA 就是要求大家就释放这个战备储油，美国已经释放了4成，1.7亿桶，大概都可以维持1个月到1个半月。所以我们现在看战争哦，看就是3月底以前，那如果3月底以后还在持续，那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更严重，因为就要释放更多的战备储油。那这个时候呢，油价的变化以及以色列的压力，以色列持续还会有被轰炸的压力，对川普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于中俄有没有影响，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的媒体报道，就是显现出中国大陆有提供援助。可是俄罗斯可能在开战的时候或者过程当中有提供一些这个定位啊，以及在这个某一些上面的支持。你看到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已经跟佩泽斯基安有通电话，那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去重回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这个当然是普丁当中打的是盘算。在这一场美伊的战争当中，大家就在看说，为什么伊朗在近期它的打击的力道，还有它的精准度，为什么特别的高？现在有一个说法，是不是主要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在这个战场上面发威了呢？所以伊朗能够精准的命中许多的美军基地。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穆吉塔巴也就是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现在也发文说要号召圣战。还联手谁呢？真主党来一起打残以色列的铁穹，被真主党给打破了他的神话。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特别做关心3个火箭话题，我们等一下也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伊朗再发动了另外一轮的真实承诺，这一次呢精准的狂轰了美军基地，是不是跟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有关系？来自于伊朗的说法说，美军的中东据点有70%都已经沦陷了，真实性如何呢？再来第2点，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他只靠了火箭弹就打破了以色列的铁穹神话，还不是使用伊朗的这些高超音速导弹哦。为什么以色列这一次真的挡不住来自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一些火箭弹的饱和攻击呢？最后，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大家就在看说穆吉塔巴已经消失好一阵子了，突然间在社群媒体上发文，但是他还是没有现身的，是真的受伤了，还是战略上面一个做表态呢？他是想要吓美国跟以色列，还是趁机做内部的动员？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伊朗的精准打击哦，这一次真的是打中了许多的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这当中包括了在卡达乌代德基地等等，还有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都是伊朗的目标。他们说7成的美军中东基地都已经受到了摧毁。北斗卫星真的有助攻吗？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在使用北斗卫星之前，伊朗在去年
对上美国的12日战争的时候，当时啊还是用美国的 GPS 的，但是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面受到美国的干扰哦，所以他现在决定要全面转向使用北斗卫星了。那现在我们也来看看北斗卫星跟 GPS 的比较，为什么现在伊朗反而比较喜欢北斗卫星？先来看到它的数量，北斗卫星有45颗 ，GPS 只有24颗，其实在精准度上，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差异了。北斗卫星的精准度是3.6到5公尺，那么 GPS 则是5到10公尺，所以北斗卫星的精准度还是比较高的。再来，北斗卫星是3种轨道的混合，但 GPS 只有1种轨道的混合。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这个伊朗改用了北斗卫星，对于它战力的提升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是很明显的，伊朗的不管它的无人机哈，或者是它的导弹，它的导航其实道理都是要用这个卫星来做导航哈。先输入它要攻击的目标坐标，然后借着卫星来做导航。因为以伊朗现在的军事能力，它可能没有办法做遥控，包括它的现任的无人机都是这样。所以它一开始输入一个目标以后，借着卫星导航，它自己飞机以后就去攻击你给它定的那个目标点，它在做这个攻击。那为什么这次的北斗卫星它会比 GPS 要好用，更好用？第一个，它的不容易会被干扰到，这个很巧妙。你知道为什么北斗这个 GPS 美国没办法去干扰北斗卫星嘛？那反而其他的大家都可以去干扰这个 GPS， 反而美国不可以去干扰北斗，因为他们所用的频谱那个 GPS 先发展出来嘛，所以它用了很多的频宽，几乎它都占满了。那北斗只能用从中间的，它没有用到剩下的频宽，由北斗来用，所以北斗变成在利用这些频宽剩余的空间价值。但是没想到这反而造成北斗不容易被干扰的因素，因为你如果说是要去 GPS， 你要去干扰北斗的话，你连 GPS 自己都会被干扰到，所以说美国没办法去干扰北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北斗当然它的卫星颗数比较多，45颗然后 GPS 24颗。我觉得还有最大一个因素是这个北斗的授时更为精准只有大概10纳秒。什么10纳秒呢？这个就是说其实卫星定位很重要一个因素是授时精不精准1纳秒等于10的负9次方秒，你看那个多精准那我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来跟大家讲，假如说我们以前古时候，你知道他们这个船员航行的时候，怎么样来定位它的这种经纬度嘛？就是说，比如早上6点钟太阳出生的时候，我拿一个时钟现在6点钟太阳出上来，那我开始向东航行。当我航行到某一个地点，一看，5点钟的时候太阳升上来，这时候我就知道我在经纬度几度，是吧？它是用这种方式。那所谓的这个授时，就是依据这个，你知道地球自转1秒钟转了480几公尺。这种转的速度之下，你如果说是就从伊朗发射一颗导弹要打2000公里之外的以色列来讲的话，你不是说是定位的问题，你是这个时间你要算进去，自转的时间你要算进去。那北斗它会把这个授时的非常的准确，它甚至比 GPS 还准所以它可以很精准的在某一个等于说是纳秒等级纳米的纳不是奈米，比奈米还小一级，纳秒等级。所以我觉得北斗因为有以上几种优势第一个它的这种卫星数目比较多，第二个它授时的会比较精确，那第三个在这种状况下它避免掉很多的干扰。当然这一次很明显的，伊朗它就转用北斗系统来作为它不管是它的导弹或者是它无人机来作为它定位的一个这种工具了所以才可以那么精准的对远到以色列2000公里之外目标做一个精准的打击甚至于那短的来讲的话，它的无人机打200公里之外，美军在波湾基地的27个基地，它也可以做精准打击。我觉得是跟使用北斗绝对密切脱离不了关系。好，这一场战争后来这个伊朗是特别选用了北斗卫星来打所以现在得力于北斗卫星做了一个精准打击。其实呢，除了北斗卫星在这场战争上面对于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对于伊朗有所帮助之外，还有实际的战力，现在是得力于黎巴嫩真主党。我们要来看到伊朗加上黎巴嫩真主党开始对以色列展开大规模的饱和攻击，发动了飞弹、火箭弹跟无人机。那真主党它出动的弹海战术是怎么做的呢？也
就是在11号这一天的夜晚，特别发射了超过100枚的火箭弹，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以色列的铁穹就破功了，拦截率只有50%，甚至传出以色列的海军特种作战的总部遭受猛烈的攻击之后重挫。那初步统计现在也有死伤哦，7个人死亡跟21个人受伤，数字当然都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穆吉塔巴这时候说了，会跟美以奋斗到底，报复到底。再来，以色列则是说呢，这个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个时候他出来说了，他说会对穆吉塔巴等人再度的发起斩首。不过他也坦言，要推翻伊朗政权的目的可能无法达成。我们先来看到伊朗联手真主党为何可以打破以色列的铁穹，而且呢，拦截率只剩下50%。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不对称作战，因为这个黎巴嫩的我们讲的火箭炮、火箭弹哦，大概1枚大概30万台币。那一个铁穹是150万，你拿150万去打这个30万，你看看所以你还不能拿1枚来拦截嘞。有人说拿2枚或者3枚来拦截它，因为怕它有漏网之鱼。你要知道全垒打王哦，全垒打王，你看那个所有棒球的全垒打王最厉害的，经常被三振，所以你不一定拦截得到哎。那你这样子看，他30万的，你拿150万乘以3，450万去打这个30万。以色列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不对称作战。以色列付得起这个钱，但是问题是代价太高。他拿那个一个就好像你一个破烂车，结果你拿的是1000万豪车，2个去对撞，他破烂车反正他也不要了，但是你的1000万豪车没了，你要不要这样赌？所以他们打的是不对称作战。以色列应该搞清楚，这是不对称作战。他花了火箭，你还不能不拦截，真打进去死了人，这个找谁？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量的打火箭弹，黎巴嫩真主党大量消耗以色列的铁穹。当然，以色列会不会用爱国者？不会，太贵了。也会用剑2跟剑3的反弹飞弹，也不会。会用大卫投石所也贵，最便宜是铁穹，那就拿铁穹来拦。但铁穹也贵啊，1枚铁穹也是150万啊，是这个样啊。因为拦截就是贵。是。然后我们看伊朗是怎么样？为什么叫黎巴嫩真主党一定要动？这就叫战略牵制，不然让以色列一直打我受不了，你去牵制他，就对他发射火箭弹，对这个以色列就是以黎边境啊，黎巴嫩跟以色列边境，你就是发射就对了，反正你便宜，你越发射啊，以色列越亏，而且以色列的这些防空警报发放，一定要发放啊，你不发放，万一打死人怎么办？他就马上就地避难，是要这个样。所以今天这个伊朗被打，他一定会动用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跟在南边的红海南端的我们讲也门的胡塞组织，这2个一定会动。只是说，因为胡塞组织因为没有船经过，又有船经过的话，他又拿翘了，是这样。然后我们来看呢，那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铁穹系统啊，消耗会很快，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但是补充很慢。你要做飞弹，做这些的飞弹没有那么快的，那你就是暂时消耗很快，跟美国的目前状况一样，赶快调拨这个爱国者飞弹从韩国，为什么消耗好快啊？我自己不够，赶快调拨啦。以色列会遇到这个状况，只是以色列不能讲，因为一讲的话，整个以色列的心防会崩溃，不能说，反正尽量拦截就对了，因为不知道能够打到什么时候。这个战略牵制跟这个洗脑会发生一些功夫，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可以撑得住，但是问题代价太高。它的这些高价的设施会被摧毁，它的高科技会被。高科技的设施，甚至呢，我们知道雅虎啊，这个亚马逊啊，或者是个 Google 啊，这些相关的也会这种高价的这些科技单位也会被这个黎巴嫩或者是伊朗做一个反制报复的一个目标。这以色列都要冒这个风险。好，伊朗的反制动作才这个不对称的作战。那穆吉塔巴为什么又趁势的在这个时候特别发文？因为消失了好一阵子嘛，又特别发文。老师怎么看？这个穆吉塔巴啊，目前为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啊，他是基本上是安全的，曾经受到过攻击，但是没有受伤，因为这个纳坦雅胡说的嘛，他可能要对他进行再次的斩首嘛，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搞得清楚。那在 X 平台上发表到他用一个蓝色的标记注明他是真实的嘛，但是的话呢，他不会轻易的露面，但是他要讲出他的原则。但是他什么呢？我今天看了以后呢，他就是有2张照片嘛，一张照片的话是他在上面。后面是金光万兆，然后底下是他爸爸嘛，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就是什叶派就是大阿亚图拉的继承嘛。原来这个什叶派是不流行这个父业子承的，
啊，但是现在的情况没办法，他是最想复仇的人嘛，的国仇家恨，他家人被干掉8个人了，所以他心里会觉得说非常难过。只要他有出来讲话的话，那个川普跟这个纳塔雅胡都非常讨厌他，因为这个觉得伊朗这个印查麻烦的搞不定了。那另外一张图片的话呢，刚好就是科梅尼啊，这个他爸爸哈梅内伊还有这个穆杰塔巴3个人排在一起嘛。这个对于这个伊斯兰教来讲的话呢，赫梅尼就是神嘛，他爸爸应该离神也不远，那他现在继承神的位置，所以构成要强调内部的团结啊，但是不能够露馅呢。一露馅的话呢，因为我告诉大家，以色列那个摩萨德啊，为什么在伊朗特别厉害？大家要搞清楚啊。我查了一下，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建国的时候，有1/3犹太人从伊朗回去的。哎呀，全世界的犹太人很多啊！中国人河南开封有犹太人呢，我都搞不清楚。我在看网络的时候，发现开封的犹太人很爱以色列哦，那莫名其妙，这个过了1000多年了，他们很爱以色列，戴着那个小帽子啊，在里面祷告什么的。那这个说明了一件事情啊，这个以色列的间谍特别厉害，就算你现在长得一模一样，对不对？搞不好还当将军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摩萨德当然厉害，所以说伊朗就必须要小心一点了，对不对？然后这一阵子的话呢，难得。但是他这个儿子啊，就是这个穆杰塔巴，他宣布此次为圣战，对啊，那这个就没有回转的道路了啊。伊朗来讲的话呢，鱼死网破，所以你刚刚问的很多问题啊，就是说那个一个不要命的，那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就跟你打到死活为止啊，我就是不活了。我记得啊，这个伊朗现在打这种战争，有一点点像我们原来抗战时候突然激起全民抗战意志的时候，一寸山河一寸土的那种感觉，那种气势慢慢出来。虽然伊朗比起这个命运比起来，我们这个中国人命运算是好很多，但是他目前面对了一个亡国灭种的一个压力，他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有这个领袖啊，这个叫做穆杰塔巴，就是要引导这个伊朗的发展。